与其说增加防卫预算是为了遏制中国，还不如说想借中国这个议题来给自己和背后的军工集团谋福利。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据共同社12月3日引述多名相关人士的透露，日本政府正就2026年度预算案的防卫费展开协调。这防卫费还包括美军整编经费等，拟列入迄今为止最多的9万亿日元规模。这是截止2027年度5年间合计投入43万亿日元的防卫力整备计划第4年，超过2025年度原始预计的约 8.7 万亿日元。看得出来日本随着5年计划不断的临近，它编制的预算逐年增加。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最近5年每一年的防务费情况。2021财年，该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 5.4 万亿日元，延续此前的增长趋势。这一阶段日本防卫预算的投入仍以维持基础防卫能力为主，不过为后续的大幅扩军已开始做铺垫，比如逐步推进部分常规武器装备的升级与维护等相关预算安排。2022财年预算规模与2021财年基本持平，约为 5.4 万亿日元。这一年是日本防卫政策关键转折年，年底通过新版安保3文件，明确将2023年到2027财年防卫总金额提升至43万亿日元，设定2027财年防卫费占 GDP 的 2% 的目标，为后续几年防卫预算的爆发式增长划定了方向和框架。2023财年预算大幅跃升至 6.8 万亿日元，预算开始强化防卫力量倾斜，逐步加大对武器装备的采购、防卫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投入，拉开了5年大规模扩军的预算投入序幕。2024财年，防卫预算继续大幅增加至 7.9 万亿日元。该财年进一步聚焦提升实战相关能力，同时开始为远程打击武器、无人装备等预留资金，且持续进行与盟友军事合作的相关预算事项。到2025年财年初始预算起初确定为是 8.7 万亿日元，但后续通过补充预算使整体防卫相关费用增长至11万亿日元，提前实现了防卫预算达到 GDP 2% 的目标。刚才给大家初步介绍了一下日本近5年的防卫预算情况。此外，共同社还独家报道说，预算将用于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长射程武器，包括长射程导弹、构建利用无人机的海岸防御系统的攻击无人机。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2026年内提前修订包括防卫力整备计划在内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但2026年防卫费将依照现行整备计划编制，预计本月下旬在内阁会议上敲定预算案。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日本的防卫费每年都在增加，但那个增长速度还没有达到高市早苗他们预想的那个速度。刚才提到了2022年底通过了新版的安保3文件，正是这个安保3文件让日本的防卫费逐年递增，因为大幅扩大了防卫费的一个范围。那么2026年高市早苗预计提前修订防卫力整备计划在内的3份安保文件，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加日本的防卫预算。按照今年的这个趋势日本已经提前把防卫预算提升至 GDP 的 2%， 但美国政府团已明确表态，直接呼吁日本将防卫开支占 GDP 的比重至少达到 3%。这 3%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将会给日本的财政带来不少的压力。但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里有一个日本和美国的一个矛盾点。对于美国来说，它是希望把多余的防卫费用于采购美国的武器，那日本呢是希望把这一部分钱用于更多的采购日本本土的军工企业的武器。毕竟高市早苗属于极右翼派，他跟军工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那么日本这个国家增加了这么多防卫的预算，那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呢？
这里我想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增加税负，包括日本国内的增值税，还有个人所得税。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之前针对增加税负这一块，日本已经放出了一点风声，但很快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所以日本政府担心啊，就是过快的增长税负可能会引起民众的一个抵触心理，所以短期内增加税负啊，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增加税负是必然的，因为支出每年都在增加。再来说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发行国债，这是一个比较快也比较直接的一种快速获取资金的方式。但问题是，2025年日本债务已经占 GDP 的263%，已经是非常高了。换成一般国家早就已经倒闭了。那日本呢，主要也是靠它的一些企业，一些国外的企业赚取了大量的美金，来支撑住了日本国内的经济。但是无论哪种资金获取方式，对于日本的经济还是对于当地的百姓，都会产生不小的压力。那日本在如此大的压力下面，还要增加防卫预算，这些预算将用在哪些方面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远射程导弹、攻击用无人机之外，其实还包括加强太空领域的能力，将编制宇宙作战集团，这是战地名称，并将航空自卫队改编成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外，还将把以陆上自卫队那霸驻地为据点的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力图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体系。很明显，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更多的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现在中国制造舰船的能力啊，像下饺子一样，一年制造的战舰战斗力啊，就相当于半个法国的海军战斗力，这是非常强大的。最近几年啊，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开展了常态化的远洋训练、航母编队的绕行以及战斗机的互相驱逐，这一些都让日本感受到了无比大的压力。如果让中国在21世纪必须打一仗的话，选一个国家，那一定就选日本。当然，对日本来说，这是外部的压力。其实，日本也在利用这种中国海军带来的压力，再给内部施压。正是这种压力的存在，让日本国内的各个派系啊，更加能同意防卫预算的增加。而高市早苗作为极右翼分子，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与其说增加防卫预算是为了遏制中国，还不如说想借中国这个议题来给自己和背后的军工集团谋福利。因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和日本设定的第一岛链已经没办法再遏制住中国的发展了。甚至美国啊，现在也是想退居西半球，巩固自己在西半球的一个影响力。至于亚太，美国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